约翰明明是一个顶级杀手，但他的枪里却从来不装子弹。见到对方已绝无生还可能后，于是约翰又快速地拆除了气步枪，接着便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而现场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并且所有人也都会认为这就是偶然发生的一次交通意外。约翰虽然顺利地完成了暗杀任务，然而怎么也没想到，他的上线竟然让他自己去取这次任务的报酬。虽然约翰并没有从他口中问出什么，最后只能送其领个盒饭。然后他又给上线打去了电话，在得知可能是雇主设下的圈套后，约翰怒不可遏。虽然伪造完那名杀手被意外撞死的现场后，约翰便匆匆离开了。谁知第二天早上他又收到了一个噩耗，前女友竟然意外身亡。约翰实际上一直深爱着对方，虽然分手了，但他却时常挂念着她。所以这个噩耗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。葬礼那天，约翰也偷偷地来到墓地，直到人群走后，他才过来送他一束鲜花。这时前女友的朋友看到他后又折返回来，谁知他又给约翰带来一个惊天秘密：前女友死前竟然怀了他的孩子。这无疑又是一记重锤，因为经警方调查，前女友是因为2个劫匪入室抢劫遇害的，但他们杀人抢完钱后又因吸毒过量死亡了。想到前女友曾经是环保的激进分子，于是约翰决定自己亲自调查一下幕后是否有隐情。谁知这一调查，他竟然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真相。很快，约翰便来到了前女友的家里，根据现场遗留的种种痕迹，作为杀手的他果然发现了一些异常。他在脑中不断地模拟出当时的犯罪现场，但最大的疑点就是2名罪犯会因为一点小钱就出手杀人吗？接着，而约翰也马上就想到了他的2名同事，这明显就是他们惯用的作案手法。于是约翰带着满腔的怒火找到了他们，对方见到他的行为后也满是不解。面对他们的疑惑，约翰质问他的前女友的死是不是他们所为。没想到对方竟然爽快地承认了，而且解释说这只是一个生意而已。面对对方一副无所谓的脸，约翰更胜一筹。番缠斗下来后，最终2个人都被打倒在地，明显已经没有了反抗的能力了。约翰知道他们杀害前女友只是负责执行，隐藏在背后的雇主才是真正的凶手，所以约翰势必要将其找出来。然而此时的约翰当然无法预测，对方竟然质问他为什么伤害自己的同事，于是约翰便把自己遭到的暗杀以及前女友遇害的事情说了出来。然而雷哥听后却不以为意，虽然这2件事他之前并不知情，但还是要求约翰不要小题大做，更让他及时收手，因为对方不仅是自己亦师亦父的老板，还有就是他在吧台下面藏了一把散弹枪，但以约翰的性格是绝不可能放弃的。于是他又找到了前女友的朋友，试图进一步调查。约翰一进入房间，便把他被人暗杀的事情告诉了对方，然而这个女人说什么也不会相信。随后双方也发生了激烈的争执，当约翰想进一步询问是谁派他来的时候，一切都已经晚了。这时女人终于意识到约翰所说的话是真的，于是便把他前女友生前的一些事情说了出来。原来他在调查一家石油公司，并将调查结果存入硬盘放在了他父母的家里。得知这一情况后，约翰急忙叫女人前去取这个硬盘，而自己去做另外一件事。很快他就找到了他的上线，并且一下子将对方的保镖击晕，接下来便向上线逼问杀害他前女友的雇主信息。然而对方此时又搬出了杀手公司的原则，这时已经愤怒到极点的约翰非常不爽，对方挨一顿揍是避免不了的。没想到他也是个硬骨头，说什么也不肯交代出雇主的名字。就在这时，外面又进来一个保镖，于是约翰把所有事件他的上线还不肯如实交代，于是约翰又继续对他进行残酷的折磨。几番敲打下来后，上线终于忍受不了，最终还是把客户的名字说了出来，但确实不知道对方的住址等详细信息。约翰见此便想转头离开，没想到这时上线又嘴硬的进行威胁，结果他的下场可想而知。没想到约翰出门时又遇到了麻烦，原来是他的同事眼镜哥，他是一个用毒高手，但凭这点伎俩根本就阻挡不了约翰。离开这里后，约翰又收到了一个电话，原来是女人已经取得了硬盘。这次见面，约翰终于理清了所有的线索，原来是一家石油公司用卑鄙的手段得到了伯兰郡海岸的钻探权，显然这会对当地的环境进行毁灭性的破坏。而约翰的前女友为了阻止这个行为进行了调查，终于掌握了这家公司幕后的一些非法交易。就在他打算将其公布于众之时，然而万万没想到他却意外死亡了。与此同时，雷哥的酒吧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，因为约翰的单方面行动使整个杀手公司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，甚至还失去了一个得力干将。为此，雷哥大发雷霆，命令所有的杀手出动除掉约翰，接着又派女杀手艾丽去雇主那里进行保护，以防止约翰真的能够找到他。因为这一旦真的发生，杀手公司的信誉也彻底的没有了。但雷哥却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，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惨烈的。但他的担忧却是正确的，因为此时约翰已经调查出上线所提供的雇主名字，
他就是那家石油公司的会计。而会计见到约翰，虽然小黑一击得手，但随在轻易的进入到对方的庄园后，他又顺着房檐爬到了屋子内，见到女杀手艾丽正护着老板打算离去，于是约翰果断的对另外2名保镖出手，轻易的就放倒了他们。但艾丽却对约翰的到来不屑一顾，他非常自信的将武术刀交给老板，随后便想与对方来一个公平的对决。而对面的这个人，因为杀了他的女友和孩子，绝对是动了这个杀手的逆鳞，所以他开出的任何条件都无法买回自己的命。替女友报了这个血海深仇后，约翰又来到酒吧找到了老大雷哥，此时那个上线也在旁边。至此，雷哥怎么也没想到他所有的手下都被约翰除掉了，而对方竟然还敢回到这里。这时约翰也告诉雷哥，他不仅亲手除掉了他们的客户，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另外一个真相，就是这个上线和雇主私下交易，试图除掉自己。显然雷哥对此毫不知情，于是便愤怒地对这个手下一顿暴打。然而当他站起来的时候，约翰便递给了他那包眼镜哥留下的创可贴，而对方不知有诈。虽然雷哥知道，但并没有阻止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罪有应得。很快这个上线毒性便开始发作了，最终惨死在这个酒吧里。这时雷哥已经一无所有了，于是愤怒地抄起枪想要解决掉约翰，但事已至此，更何况约翰是自己从小养大并调教出来的杀手，感情也是非同一般，最终还是放过了他。无奈约翰也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间酒吧。此剧中